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，总会下意识的看看自己脸上、身上有没有长痣。有些人觉得痣长得不好看，想方设法要把它点掉。可我要告诉你，千万别急着动手。你身上的痣，尤其是那些藏得很深的痣，可能正是老天爷给你留下的富贵印记。其实在古人眼中，人身上的痣从来不是简单的皮肤标记，它们藏着一个人的命数，藏着你这辈子能不能发达的秘密。麻衣相法里就专门讲过，痣深暗处，福禄深藏，痣居明处，富贵外扬。你看这话说得多明白，越是藏在隐秘地方的痣，往往代表的福气越大。那么到底哪些地方长痣才是真正的富贵相？为什么有些痣要藏起来才好？今天我就把这个道理给你讲透。你身上这3个地方要是长了痣，那可真是祖上积德，老天爷专门给你留的福报。先说第一个地方，耳朵里面长痣。你注意看，耳朵这个器官本身就藏得很深，而耳朵里面的痣就更加隐秘了。古人讲耳内藏痣，财富难移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耳朵在面相学里代表什么？代表福气，代表寿命，也代表你这个人有没有聪明才智。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。以前有个做生意的朋友，年轻时候家境贫寒，穷得叮当响，但他右耳朵里有颗小痣，藏得特别深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他30岁之前做什么都不顺，换了7、8个工作都没起色，家里人都觉得他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可就在他32岁那年，突然就转运了。先是跟人合伙做了个小生意，没想到一下子就做起来了。后来又抓住机会扩大规模，短短5年时间，身家翻了几10倍。你说这是运气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他耳内那颗痣带来的福报。耳朵属水，主智慧和财富。耳内长痣的人往往大器晚成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吃很多苦，受很多罪，但是到了一定年纪，福气就会慢慢显现出来。而且这种福气不是暴富那种，而是细水长流，越到后面越稳定。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耳内的痣要藏得深才好？因为财不露白啊。真正有大福气的人，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，他们积累财富的过程悄无声息，等你发现的时候，人家早就富得流油了。这就像大树扎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树才能长得越高。耳内的痣就是这个道理，藏得越深，福气越大。讲到这里，我还要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耳朵里有痣，千万别去点掉它。很多人不懂，觉得长痣不好看就去美容院点痣，你这么一点，把老天爷给你的福报标记给毁了，后面的运势自然就会受影响。古人讲天生之相不可妄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再来看第2个地方，腋下长痣，这个位置更加隐秘了，平时穿着衣服根本看不见，但你别小看这个位置的痣，它代表的可是你这辈子的贵人运和事业运。古籍神相全编里记载，腋下藏痣，贵人相助，左主事业，右主财富。腋下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这个位置在中医里是极泉穴的所在，连着心经。心主什么？主你的气血，主你的精气神。腋下长痣的人往往心气特别足，做事有魄力，有决断力，而且这种人容易得贵人相助，关键时刻总有人拉他一把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他左腋下有颗褐色的痣，大概黄豆那么大，
这个人年轻时候学历不高，也没什么背景，就是个普通打工仔。但他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能抓住机会。每次快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总会冒出来一个贵人帮他。第一次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老板赏识他，借给他启动资金。第二次生意遇到危机，又有个朋友介绍了个大客户给他，一下子就缓过来了。你说这是巧合吗？连续20年都有贵人相助，这哪里是巧合？这就是他腋下那颗痣带来的福报。左腋下长痣的人，往往在事业上能遇到很多机会。他们不见得有多聪明，但就是运气好，总能遇到对的人，走对的路。而且这种人做事特别稳，不会轻易冒进，也不会轻易放弃。又腋下长痣的人就更厉害了，这代表你有偏财运。什么叫偏财？就是除了正常工资收入之外，还能有其他的钱财来源。可能是投资赚了钱，可能是中了奖，也可能是别人送你东西，反正就是财路特别广，钱财来的也比较容易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腋下长痣虽然是好事，却也要注意保养。这个位置的痣要是颜色发黑，形状不规则，那就要小心了。可能是你最近压力太大，身体的能量场被破坏了，这时候你要学会调整自己，多休息，保持心态平和。只有身心和谐，福气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你看这世间的道理，哪一样不是讲究平衡？痣长在好的位置是福气，但你自己也要配得上这份福气。如果你成天懒散，不思进取，就算身上长满了富贵痣也没用。福气是老天给的，但能不能抓住福气，还要看你自己的修为。那么第三个地方呢，就是脚底板长痣，这个位置更加隐秘了，除了你自己，别人根本看不到，但恰恰就是这个位置的痣，代表的福气最大。古人讲脚踏七星，位列三公，说的就是脚底长痣的人，命格贵重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脚底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脚是承载全身的根基一个人站不站得稳，走不走得远，全看脚底的力量。脚底长痣的人，根基扎实，无论遇到什么风浪，都能稳住阵脚。而且这种人往往能走很远的路，见很大的世面，成就也比一般人要大得多。我听老辈人讲过一个故事，清朝年间有个穷书生，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但他脚底板有颗痣，长在脚心的位置。他父亲是个懂相的老人，看了儿子的相说，你这孩子将来必定大富大贵，但要等到40岁以后。果然这书生前半辈子过得艰辛无比，考了20年科举都没中，家里人都劝他放弃，去做点生意糊口算了。可他就是不肯放弃，坚持读书做学问。到了42岁那年，终于考中了进士，后来一路升迁，做到了3品大员的位置。退休以后回到家乡，建学堂，修桥铺路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你说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脚底那颗痣带来的福报。脚底长痣的人，命中注定要走很长的路，吃很多的苦，但最终必定能到达光明的彼岸。脚底长痣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种人特别能吃苦耐劳。别人走10里路就喊累了，他能走100里；别人做一件事就放弃了，他能坚持10年、20年，这种坚韧的品格，就是他们成功的关键。而且脚底长痣的人，往往心胸开阔，格局很大，
他们不会为了眼前的小利益斤斤计较，而是看得更远，想得更深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脚底长痣虽然是大福相，却也要注意保护。现代人喜欢穿高跟鞋、硬底鞋，这对脚底的痣伤害很大。你要多用热水泡脚，按摩脚底，让那里的气血保持通畅。只有脚底的能量通了，你的福气才能真正发挥出来。你仔细想想，这3个地方长痣有什么共同点？都是藏得很深的地方，都是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真正的福气从来不需要炫耀，真正的富贵从来不需要张扬。那些整天把自己的财富、地位挂在嘴边的人，往往福气很浅，富不过3代。而那些低调做人、默默积累的人，反而能把福气留得更久，传得更远。讲到这里，我还要跟你说说痣的颜色和形状。不是所有的痣都是好痣，这个你要分清楚。好的痣应该是颜色纯正的，黑色要黑的发亮，红色要红的鲜艳，形状要圆润饱满，不能有缺角，不能有毛刺。如果痣的颜色发灰发暗，形状奇奇怪怪的，那就不是吉痣了，反而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痣的大小。一般来说，痣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。太大了就不是痣了，那叫胎记，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。太小了又不够明显，力量也比较弱。最好的痣应该是米粒到黄豆大小，这样的痣能量最强，带来的福气也最大。我常说，人这一辈子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老天爷给你长了富贵痣，这是天注定的那3分，但剩下的7分还要靠你自己去争取。你不能躺在那里等着福气自己找上门来，你要主动去创造条件，让福气有地方落脚。怎么创造条件呢？第一，要修心养性。一个人的心态好了，能量场就强了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你整天愁眉苦脸，负能量爆棚，就算身上长满了富贵痣也没用。第二，要积德行善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，你给出去的善意，最终都会回到你身上来。第三，要坚持不懈。很多人之所以没成功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他们放弃得太早了。我再给你讲个身边的例子。我有个学生，他左耳朵里有颗痣，按理说应该是有福气的人，但他年轻的时候性格急躁，做事没耐心，换了10几份工作都做不长久。后来他来找我，问我为什么自己明明有富贵痣，却一点都不顺利。我告诉他，你的痣是老天爷给的，但你的心性还没到那个层次。你现在要做的，不是急着去赚钱发财，而是先把心静下来，把性子磨一磨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开始学习打坐、读书、练字。整整3年时间，他把自己的心性打磨得像一块温润的玉石。3年之后，他的运势突然就变了。先是遇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，然后又认识了生命中的贵人，一路顺风顺水。现在他已经是一家公司的高管了，年薪100万，生活幸福美满。你说这是巧合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他的心性配得上他的福气了，所以福气才真正降临到他身上。你看这个道理多简单，却又多深刻。老天爷给你的东西，你要有本事接住才行。就像一个容器，你的容器太小，就算天上下黄金雨，你也接不了多少。
只有把自己的容器做大、做坚固，才能承载更多的福报。那么怎么把自己的容器做大呢？我告诉你几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读书学习。读书能开阔你的眼界，提升你的格局。一个人的格局大了，能承载的福气自然就多了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多接触正能量的人和事。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多跟积极向上的人交往，你的能量场自然就提升了。第三个方法就是学会感恩。很多人之所以留不住福气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恩。老天爷给了你富贵字，你要心存感激，父母养育了你，你要孝顺报答，别人帮助了你，你要铭记在心。这种感恩的心态会让你的福气越积越多，越来越深厚。我还要跟你讲讲智和五行的关系。耳朵属水，水主智慧和财富。耳内长痣的人，水的能量特别强，所以聪明而且有财运。腋下属火，火主事业和贵人。腋下长痣的人，火的能量旺盛，所以事业容易成功，贵人也多。脚底属土，土主根基和稳定。脚底长痣的人，土的能量深厚，所以根基扎实，能成大器。你看这五行的道理无处不在。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五行能量的组合和运转，你身上的痣就是这种能量的外在表现。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，规避自己的劣势，让人生走得更顺畅。但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痣只是一个标记，一个信号，它告诉你有这个潜力，有这个可能。但能不能把潜力变成现实，能不能把可能变成必然，还要看你自己的修为和努力。我见过太多的人，身上明明有好痣，却一辈子碌碌无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懂得珍惜，不懂得把握。他们以为有了富贵痣就可以不劳而获了，就可以坐等发财了。结果呢，福气来了又走，机会来了又跑，最后还是一场空。真正聪明的人会把痣当作一种提醒，一种激励。他提醒你，你是有福气的人，你应该更加努力，配得上这份福气。他激励你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，因为你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。这样想，这样做，福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再说说痣的位置和性格的关系。耳内长痣的人性格往往比较内敛，不喜欢张扬。他们做事低调，但内心坚定，知道自己要什么。腋下长痣的人性格比较果断，有魄力，敢于冒险。他们不怕失败，跌倒了能爬起来继续走。脚底长痣的人性格最为坚韧，有毅力，能吃苦。他们认准了目标就不会轻易改变，一定要做到底。你看这些性格特点是不是都是成功者必备的品质？内敛而坚定，果断而勇敢，坚韧而有毅力。如果你身上有这些地方的痣，那就说明你天生具备这些品质。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品质发挥出来，让他们成为你成功的助力。我常说，人生就像种田，春天播种，夏天耕耘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。你不能在春天的时候就想着收获，也不能在冬天的时候还在播种。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任务，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功课。身上有富贵痣的人，
就像是得到了一粒好种子，但种子再好，你不播种、不浇水、不施肥，它也长不成参天大树。你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，才能让这颗种子发芽、生根、开花。结果年轻的时候要多学习、多积累，中年的时候要把握机会，勇敢闯荡，老年的时候要回馈社会，造福他人，这样你的福气才能完整的呈现出来。讲到这里，我还想跟你说说志和健康的关系。中医讲，志是气血凝聚的地方，如果这个地方长志，说明这里的气血比较旺盛。耳内长志的人，肾气足，精力旺盛，不容易衰老。腋下长志的人，心气强，精神饱满，抗压能力强。脚底长志的人，根基稳，体质好，身体健康长寿，但志也需要保养。如果志的颜色变淡了，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，你要注意补气血。如果志的颜色变深了，可能是淤血的表现，你要注意活血化瘀。如果志的形状变了，可能是身体出了问题，你要及时去检查。志虽小，却能反映出身体的健康状况。你要学会观察，学会倾听身体的信号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是志的能量是可以激活的。怎么激活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把你的意识和志的位置连接起来。比如你耳内有志，你就可以经常用手轻轻按摩耳朵，同时在心里想着，我的智慧越来越高，我的财富越来越多。这样做能让志的能量更好地发挥出来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一种心理暗示，一种能量的调动。你的意识到哪里，能量就到哪里。你越是关注某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能量就越强。这就像给植物浇水一样，你浇得多，它长得快。你把注意力放在富贵志上，它带来的福气自然就多。但要注意，这种关注应该是积极的、正面的，而不是焦虑的、急躁的。你不能整天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啊？我怎么还没遇到贵人呢？这种焦虑的心态反而会阻碍福气的到来。你应该保持一种平和、信任的心态。我知道我有福气，我相信福气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修炼自己，准备好接受福气。你看这个心态多重要。同样是有富贵志，心态不同，结果就完全不同。心态好的人，福气来得早，来得多，留得久。心态不好的人，就算福气来了也抓不住，来了又走，走了再也不回来。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有两个人都是脚底长痣，按理说都应该有大福气，但一个人性格急躁，总是抱怨命运不公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。另一个人性格平和，遇到困难也不急不躁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。10年之后，急躁的那个人还在原地打转，换了无数份工作，做了无数次创业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平和的那个人呢，已经在他的领域里做出了名堂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。两个人见面聊天，急躁的人抱怨说，我们明明都是脚底长痣的人，为什么你成功了，我却失败了？平和的人笑着说，咱们的起点确实一样，但走的路不同。你走得急，总想着抄近路，结果走了很多弯路。我走得慢，每一步都踩得很实，虽然看起来慢，但其实最后走得最远。你看，这就是心态决定命运的最好例证。所以我常说，修心比什么都重要。
你有再好的志向，再好的命格，如果心性不到位，一切都是空的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心性修炼到位了，就算没有那么多富贵志，你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那么怎么修心呢？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学会安静。现代人太浮躁了，整天被各种信息轰炸，心静不下来。你要学会给自己留一点安静的时间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安静地坐着。这种安静能让你的心沉淀下来，能让你听到内心真实的声音。第二，学会放下。很多人活得累，就是因为放不下。放不下过去的伤痛，放不下别人的评价，放不下对未来的担忧。你要学会放下这些包袱，轻装上阵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事情还没到来，你能把握的只有现在。活在当下，专注于眼前的事情，这样你的能量才不会被分散。第三，学会知足，知足常乐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，不是说让你不思进取，而是让你在追求的过程中保持一颗平常心。有了当然好，没有也不要痛苦。这种心态能让你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内心的平和，而内心的平和正是吸引福气的最好磁场。我还要跟你说说智和风水的关系。很多人以为风水只是外部环境的布置，其实不是的。真正的风水是人和环境的和谐统一。你身上的智就是你这个小宇宙的风水点，这些点位布置得好，你这个小宇宙就运转得顺畅，福气自然就多。耳内的智对应的是北方水位，你可以在家里的北方位置放一些水的元素，比如鱼缸、水晶球，来增强这个智的能量。腋下的智对应的是南方火位，你可以在南方位置放一些红色的装饰品，来激活这个智的力量。脚底的智对应的是中央土位，你可以在家里中央的位置摆放一些黄色、棕色的物品，来稳固这个智的根基。这些布置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暗含着深刻的道理。它们能让你家里的能量场和你身上的能量场产生共振，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。这样一来，福气就更容易流入你的生活，好运就更容易降临到你身上。但我要提醒你，风水布置只是辅助手段，不是根本。根本还是你自己的心性和行为。如果你心术不正，行为不端，就算把家里布置得再好也没用。相反，如果你心地善良，行为端正，就算不懂风水，福气照样会找上门来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说的基本都说完了。最后再总结一下：耳内长智，主智慧财富；大器晚成，腋下长智，主贵人事业，机会多多；脚底长智，主根基稳固，成就非凡。这三个地方的智都是藏得很深的地方，代表的都是深厚的福报。但智只是标记，不是保证。你不能躺在那里等着福气自动找上门来。你要修心养性，提升自己的格局和境界。你要积德行善，为自己积累更多的福报。你要坚持不懈，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永不放弃。只有这样，你身上的富贵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，才能带给你实实在在的好运和福气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不要太执着于志向。如果你身上没有这三个地方的志，也不要灰心，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报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。有些人的福报写在脸上，有些人的福报藏在心里。关键是你要发现自己的优势，发挥自己的长处，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我常说，命运这个东西就像一条河，河的源头是注定的，但河水怎么流，流向哪里，却是可以改变的。你身上的痣就是那个源头，它决定了你有多少水量，但这些水最终能不能流到大海，流到富饶的土地，还要看你怎么引导它，怎么利用它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每个人都在修自己的心，修自己的德，修自己的福。有些人修得好，福报就多，日子就顺遂；有些人修得不好，福报就少，日子就坎坷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你肯修，只要你肯努力，福气总会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。所以当你照镜子看到自己身上的痣时，不要急着去点掉它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这颗痣是不是老天爷留给你的印记？它是不是在提醒你，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？你应该更加珍惜，更加努力。愿各位都能发现自己身上的富贵印记，都能珍惜老天爷给予的福报。愿你们都能修好自己的心性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让人生的福气源源不断的涌来。当你真正做到内心平和，德行圆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福气其实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。它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，等待你准备好接受它的那一刻。你要记住，真正的富贵从来不是一夜暴富，而是厚积薄发。就像那颗藏在耳朵里的痣，年轻时看不出什么，到了一定年纪，福气自然就显现了。就像那颗长在腋下的痣，平时看不见，但关键时刻总有贵人出现。就像那颗在脚底的痣，藏得最深，却支撑着你走最远的路。我见过太多的人，为了一时的利益去点痣，去改变自己天生的相貌，结果呢，不但没有变得更好，反而运势越来越差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违背了自然的规律，破坏了天地之间的平衡。老天爷给你什么，就是最适合你的。你要做的不是改变它，而是理解它，利用它，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。还有些人看了别人身上有富贵痣，就想着自己也要去点一个上去，这更是荒唐。痣是天生的，是你命格的一部分，是你能量场的体现。你后天点上去的只是一个标记而已，没有任何能量，反而可能破坏原有的平衡。这就像是在一幅名画上乱涂乱画，不但不能增加价值，反而会毁掉整幅画。所以我劝各位，尊重自己天生的模样，接受老天爷给你的一切安排。你身上有富贵痣，那是你的福气，要好好珍惜。你身上没有这些地方的痣，也不要强求，因为你一定有别的福报在等着你。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福气也不一样，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，走好属于自己的那段旅程。我最后再跟你讲一个道理，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你得到了什么，而是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。你可以没有万贯家财，但不能没有善良的心。你可以没有显赫的地位，但不能没有高尚的品德。你可以没有富贵痣，但不能没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当你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品德高尚、心胸宽广、坚韧不拔的人时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因为福气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内心生出来的。你的心有多大，
你的福气就有多大，你的德有多厚，你的福报就有多深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抱怨命运不公，不要再羡慕别人的好运，静下心来看看自己，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那些被忽略的富贵印记。即使没有，也不要气馁，因为最大的富贵痣其实就长在你的心里，那就是你的善良，你的坚持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勇气，这些品质比任何字都要有力量，比任何标记都要珍贵，它们才是真正能带给你一生富贵、一世平安的东西。而你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打磨这些品质，让它们越来越光亮，越来越强大。当你真正做到了这一点，你会发现原来福气一直都在，它就在你每天的努力里，就在你每次的善举中，就在你每个坚持不懈的时刻里。这种福气比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更加持久，更加真实，更加值得拥有。愿你能够珍惜自己的富贵印记，无论它藏在身体的哪个角落。愿你能够修炼好自己的心性，让内在的富贵痣闪闪发光。愿你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稳稳当当，最终到达幸福圆满的彼岸。记住，福气从来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。只要你真诚地对待生活，认真地对待每一天，踏实地走好每一步，福气就一定会眷顾你，富贵就一定会到来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，这是人生不变的真理。